罗斯罕见一口气试射4枚洲际核弹，究竟是在向谁示威？俄国人此举又代表了什么？据环球时报报道，近日俄罗斯海军利用一艘北风之神级核潜艇，一口气试射发射4枚布拉瓦潜射洲际核导弹进行测试。这也是俄罗斯首次齐射4枚布拉瓦导弹。布拉瓦导弹是俄罗斯最新的洲际潜射导弹，最大射程超过8000公里，并且可以携带6个分导弹头。而布拉瓦导弹可由俄罗斯的战略核潜艇发射，对美国以及北约的很多中心城市都能构成威胁。值得注意的是，在年关将至时，俄罗斯试射4枚洲际核弹，明显释放出不寻常的信号。以往俄罗斯虽然也在每年会试射一些核弹，但一次性发射4枚还是相当罕见的。不说俄罗斯，其他的有核国家也很少有这样的举动。他们俄罗斯人到底想告诫外界什么信息呢？有国际网友评论表示，在我看来，就像熊正在展示它的利爪。那么，俄罗斯这头熊究竟在向谁展示它的利爪呢？国际评论基本上都认为，此举就是向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展示俄罗斯的核威慑力，而且既是做给现在的美国看，也是做给未来的美国看。这又是什么意思？外界有一种说法，那就是特朗普可能会在任期末发动一场战争，好让自己成为战时总统，来延长自己的任期。此前，美军将 B-52 轰炸机部署在伊朗周边，也加深了不少人对这种想法的认同。而与美国在军事上有潜在摩擦的可能性国家中，大部分都与俄罗斯有瓜葛。不管战争对谁发动，俄罗斯都很难坐视不管。另外，即使特朗普没有发动战争，等到明年1月份拜登上台，俄罗斯同样要考虑如何与这位美国新总统打交道。在今年大选拜登获胜时，有人问俄总统普京，俄罗斯没有及时为拜登送上祝福，是否会影响两国关系？普京的回答也很干脆，俄美关系早已被毁，无法再坏了。从这就可以看出，俄罗斯将会在拜登上任后延续对美的强硬作风。这次试射核弹也相当于给美国未来总统的一次警示。那么发射1枚洲际导弹也能够达成威慑的目的，为何要齐射4枚呢？其实也很简单，俄罗斯的这一举动相当于告诉美国以及北约，俄罗斯拥有同时发射多枚核弹打击的能力。多枚核弹齐射意味着全部拦截的可能性大大降低，而4枚布拉瓦导弹意味着最多可承担24枚核弹头，只要有1颗核弹头落到美国或者北约其他国家的领土上，造成的灾难都是难以预料的。中国同一天内开通2条高铁，引发国际网友关注。美国网友为何说道，在美国我们只能做梦才能有这样的高铁。敬请关注本期国际热点。时至今日，我国高速铁路总里程已经位于世界第一。近日，我国再次开通了2条连接省会城市的高铁。据媒体报道，12月12号的时候，连接河南、山西2省省会城市的高速铁路郑泰高铁正式开通运营。据了解，郑泰高铁南起河南郑州，中至山西太原。该条线路途经焦作、长治、晋中等城市，总共设立了12座车站。郑泰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就在大家为郑泰高铁送去祝贺的时候，我国的另外一条连接省会城市的高速铁路也开通了。同样是双12的时候，连接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银川市和陕西省省会西安市的高速铁路也开始进行试运行。随后，我国官方称，银西高铁全线已经通过了安全评估，具备全线开通运营条件。由此可见，该铁路也正式通过了检验。据了解，银西高铁途经甘肃省庆阳、山西省咸阳、西安等城市，总共设立14座车站。不得不说，近年来我国高速铁路发展的速度确实非常迅猛。目前世界上没有几个国家能够在同一天内开通多条高铁。因此，我国的这一举动引起了国外网友的广泛热议。这些网友纷纷向我国送出了祝福，并向我们致敬。然而，其中一条评论引起了笔者的注意。有一位网友说道，在美国，我们只能做梦才有这样的高铁，这是为什么呢？
据分析，美国的铁路总里程虽然世界第一，但是他们的高铁线路总里程却不高。根据网络上的排名来看，美国的高铁总里程连前5都排不上。由此可见，美国的高铁线路非常少。像正太高铁、银西高铁这样标准的高速铁路，在美国很可能都见不到。所以这位网友才会如此评论。那么作为世界上国土面积排行第4的美国，为什么不大力发展高铁呢？然而美国并不是不想发展高铁。首先，美国的国土面积虽然大，但是他们的航空业非常发达。毕竟波音公司是航空巨头，他们的公民出行基本上都会选择乘坐客机。其次，他们的汽车产业也非常发达，有些公民出行的时候会选择自驾。所以说，高速铁路在美国的作用似乎并没有那么大。其次，美国也发展过高速铁路，但是他们的高铁技术相比我国来说并没有那么强大，并且美国高铁建设工人的工作效率比较低下，因此美国的一条高铁要修建很长的时间。时至今日，中国高铁俨然已经成为了我国的一张名片。目前我们自己在发展高铁的同时，也在积极地帮助其他国家修建高速铁路。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国高铁的脚步将会走向世界更多的国家。继农民之后，印度工人也爆发抗议，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何说中国将是间接受益者？通过新闻报道，我们可以了解，近段时间因为印度官方发布了一些农业政策，让很多印度农民认为自己的切身利益受到威胁，这也导致印度农民纷纷走上街头抗议。目前，印度农民抗议浪潮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而继印度农民之后，印度工人也怒了。据印度时报的报道，当地时间12月12号，印度班加罗尔附近一家台资 iPhone 生产工厂发生工人暴动，约2000名工人对工厂进行破坏，将厂内设施打砸殆尽。要说印度工人为何暴动，其实也很简单，那就是一些工人遭遇了欠薪以及降薪。然而，看似一场单纯的欠薪导致暴力事件，从背后却能反映出许多问题。直接原因还是今年的疫情揭开了印度制造业的遮羞布。近几年，像美国、日本等一些地方都在极力号召该地区的企业从中国转移到印度、越南等一些国家，其目的当然是为了抵消中国制造业的优势。很多企业也认为中国工人跟印度工人差别不大，甚至印度的用人成本要更便宜，因此纷纷将工厂搬到了印度。一时间，印度也承接了大量外资企业。然而，等这些企业来到印度后，就发现其市场环境、基建设施、交通运输等等各方面，印度与中国的差距还是不小，而用人成本也早就被这些问题给超过。本来这些企业还打算撑一段时间看看，结果今年疫情导致印度内部大乱，这些企业的生存将更难。因此，印度官方、印度工人以及驻印外资企业的三方矛盾一下子就暴露出来。外企想着撤离印度，印度工人的暴动更加深了他们对印度市场的不信任感，也正好能借机撤离。而印度工人的待遇也始终得不到提升，同时印度官方想引起产业转移也遇阻。再说回此前印度农民的游行，其爆发的根本就在于印度官方为了扶持本国的商业，不惜牺牲农民的利益，其政策也是将农民选择的农产业定价权交给官方以及大公司，结果就造成印度农民的不满。而如今印度工人又爆发抗议，真可谓打脸。当然，要非得说印度工人暴乱的受益者，恐怕还得是我们了。一些打算将产业转移到印度的企业，恐怕要重新考虑转移后的风险；而一些已经转移的企业，也恐怕要考虑将产业迁回中国。